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湖北黄石。去年我们去西北，在甘肃的金章看了一个矿山公园，就是一个镍矿，也是这样的荒凉。当然了，那里全是相当于戈壁沙漠一样的。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是叫做大冶铁矿，就是说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，这里已经是铁矿了。所以看到后面整个这一片荒芜的大山，那这个下面呢也是铁矿。等一下我们还能看到一些铁矿的洞口啊。今天就来这个黄石矿山公园转一转。铁矿这里最开始应该属于一个露天铁矿，然后后面慢慢发展的话，就到里面去了。我们在这个地方还能够看到一些当年上个世纪挖矿的一些工具啊，像那个铲车、装卸车，还有吊机，那个都是巨大无比的。那经常我们说的铁，就是从这些地方拉出的铁矿石提炼出来的。在很多矿山公园，铁矿也好，煤矿也好，能够看到大型的设备。像这个，大家猜是哪里的？它是上个世纪美国产的，好像是装卸车，大不大？我们真的还没有一个轮胎高，这个轮胎都1.78米了。你看，我们坐在这里，这个显得我们人很矮小啊。所以想一想，它这个车能够载重量有多少？我们说一个车能够装这么大，那当时整个矿山公园啊，有非常多这样的车。然后这边呢是铲车，同样如此。这个轮胎就稍微小一点点，跟我们差不多高，但是就证明当时这个铁矿啊，它的那个繁忙，因为大型设备很多。这个就是大型的吊车，然后那个是压路机，一大一小，要把路面修平嘛，因为它炼铁矿的话，必须要把它挖出来，然后运送出来，你路要平整，就靠这些嘛。很多啊，机械设备，所以这里也算是一个万国公园了，因为国内外的设备都有。我们看看这个车到底有多高，跟这个轮胎还差一点点。整体的话大概有3到4米高了，所以当时在矿山里面太多的这样的车了。你看，一般是从这里上去的，估计爬到上面都有点费力，所以开这样的车视野是真的好啊，在路上像一堵墙出来了。骑摩托车还是很帅气的。这个摩托车是不是与众不同？有点像那种越野机车一样的，超级大型的。所以这个万国公园也很好玩。我们眼前看到的这里是一块巨大的石头，上面呢写了大冶铁矿。这一块石头重达26吨，不要小看呢。我们经常说的铁，就是通过这样的石头提炼出来的，所以呢它是叫铁矿石。颜色也是跟铁很相像的，并且呢，它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版图，所以呢，它这里叫一个雄鸡石头。在这个黄石矿山公园有一个炸药洞遗址，它是叫做汉冶坪，建造于上个世纪初，当时是用来存放炸药和备品备件的地方。整个里面呢，全长150米，有3个独立的山洞组成，互不相连。但是呢，现在大家知道关闭了。这个汉冶坪炸药洞遗址啊，还有一段故事。当时日本鬼子侵略我们的时候，他呢也占领了这个炸药洞，经常呢调我们中国工人为他们搬运炸药。由于当时存放炸药不当，在这个山头上曾经炸死了我们中国300多名劳工，所以有这样一首童谣：上了狮子山，如进鬼门关。这个铁矿大规模开采呢，属于近代时期，但是啊，在1800年前，这里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开采了。是当时的东吴孙权为了跟魏国和蜀国抗衡嘛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三国打仗，那么打仗要什么？靠兵器，兵器要靠铁，就在这里呢开采。那个时候呢，这里叫铁山。那到了南北朝时期，包括后面的宋朝的岳飞，都在这里炼过铁，制炼过兵器。
到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这里呢也设置了一个基地，但是呢，到明朝洪武18年，明朝的铁产量供大于求，就把这个地方关闭了。所以从明朝到清朝末年，这里几百年一直处于停止的状态。那么到了近代，湖广总督张之洞在1890年重新开办了大冶铁矿，也就是说是中国第一座用机器开采的大型露天铁矿，矿石年产量由3万多吨增加到30多万吨，花了几年呢？花了6年，后面呢又增加到60多万吨。1924年，汉冶萍公司将大冶铁矿与大冶厂合并，成立了大冶厂矿管理机构，那矿石产量呢再次提高。这个大冶铁矿最早的时候是露天开采，那我们来解释一下，露天开采矿石是人类利用矿产资源最主要的方式之一。相比地下开采，露天采矿的开采面大，有利于大型高效生产设备的运用。就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铲车、吊机、大型设备啊，不足之处呢，就是剥离工作量大，开采深度有限，还会造成生态环境破坏。这个大家都知道了，因为你开采的话，机器多，灰尘大，污染也大。我们在甘肃金昌呢也看到了，所以后面有一个治理。那么这里呢，就典型的阶梯，像台阶上去一样的，跟梯田一样的。一般露天矿呢都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就经常会说，某某某哪个地方大型的天坑就是这样形成的。那大冶铁矿主要采用的就是阶梯式采矿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，是现代科学露天采矿的基本方法之一。好处呢有3个点：一是改善人员、矿山机械的作业条件，减少坠落事故；二是承接上部分那个边坡滚石，减少滚石事故。这个大家都知道了。因为有阶梯嘛，那人呢不会像说在高空悬崖中那个工作一样的，它是有一个缓冲的地带。然后另外一种呢，就是说上面假如说最顶部有一块石头滚下来了，它每层有一个缓冲的，因为阶梯是慢慢下来的，不会直接滚下来嘛，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安全的方式。在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山洞，那个就是进入地下开采的，看到没有？那里就有2个洞啊，我们视频中能看得到。那么不知道当时车能不能开进去啊？但是呢，估计呢以前高峰期的时候，这里还是有很多人在里面作业的。这里呢确实与众不同啊，太大了。说了这么久的矿石公园，其实在这里真正让人震撼的就是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巨大的天坑，它的形状像一个大葫芦，东西长度是2200米，南北宽是550米。大家想一想，空间有多大？最让人震撼的是它的最大落差为444米，也就是说从顶部到底部呢有450米左右。坑口的面积达到108万平方米，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大峡谷，被称为亚洲第一采坑，也是亚洲第一人工天坑，相当于是亚洲最大的天坑。我们在恩施还有重庆看到了很多天坑属于大自然自然形成的，这里呢属于人工形成的，所以说看起来非常震撼吧，故而呢也被称为亚洲第一天坑。所以佩服劳动者人民的力量啊，因为这几百米的落差还有这么大，全是靠人工开采的。在这个前面还有一个毛主席的雕像，总共高度是9.15米，重58吨，寓意呢是1958年9月15日毛主席来过大冶铁矿。所以说这个大冶铁矿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啊，因为算是中国第一家用机器开采的大型露天铁矿，也是亚洲最大的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。1800年左右的大型铁矿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整体就看完了，非常震撼。